灵魂之子啊，就呀！好，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今天我们来玩官方的13老灯系列这一款马克西莫大帝。作为传说中的这么一个角色，其实官方能把曾经领袖之书上边的这些像神明一样的角色都做出来，还是挺让人意外的。所以13老灯系列的人气还是挺高的。整个这一款的造型来说啊，作为一个反派的样子塑造刻画也是相当不错的。360度来转一下，背后的背包这块巨大的角看起来也是霸气侧漏。作为一个 L 级的产品，这个身高其实是让人很意外的。现在所谓的 L 级到头顶也就是20公分左右。其实这一款的各方面素质还是可以的，但唯一就是没有尺寸上边的那种压迫感太小了。头部的细节也是作为一个反派塑造刻画该有的一些面部的那种狰狞感，身上的这些纹路啦、管线啦，还有头上的尖刺，这些地方都是软胶的材质啊，不错不错。脖子左右旋转，这个地方并不会干涉360度球形关节。后边的两个大角这里也是软胶的零件，包括这些尖刺的部位，不用担心损坏。每个零件上边的这种面板的细致刻画，其实也能反映出来这一款的巨大感。包括这些地方，后边的两个红色透明零件做成的喷口，肩胛这儿的根部可以独立活动，但是这一块非常的容易掉下来啊，它其实是一个插扣，并不是螺丝拧上去的。另外，这款身上有很多变形过程中利用不到的插孔，将来以后可能是跟其他的什么配件进行互动的。包括后背的背包这一块，这两根桩子的设计也是不明白。倒是如果这些第三方公司做配件包啊，这么多的接孔，到时候肯定会利用起来。现在变形完全不需要。肩膀这里平举90度，360旋转，挺紧的，这块挺不好过来的，而且很容易把后边这里拽脱了。二头肌根部360度旋转，胳膊曲肘可以达到90度多一些，手腕有旋转，下四指连在一起的可动手，大拇指这里可以独立的旋转。这个手的造型也很怪，也是因为变形的需要。这一条手臂可以跟这样翻折一下，把里边的炮转出来，变成这样臂炮的形式，还能把武器拿下来反着跟这样插上。玩法上面也是多一种互动的形式。武器前边有3个不同的头，都可以拔下来，就是这个玩意儿的设计灵感来源是啥呢？你看，这边是带着珠子的，这个上面是有刺儿的凸点，另一个造型就更过分了呀！这上边还有这么多凸起，然后插上这3个头，哇，这设计师很有生活嘛。腰部的造型看起来很方块，并没有那种很明显的曲线感，但是好在肋下这里都有一些明显的挡板。360度旋转腰部，侧抬90度，这些地方都没有设计齿轮关节，而且这个侧抬感觉偏松。前踢90度，后踢没有干涉。大腿根部左右旋转，膝盖位置有2段关节，打直以后会有2段定位杆，把这块就锁住了。脚踝左右可动，整体的人形效果还不错吧？丰富的面板刻画、涂装这些地方的细节点缀，让这款的人形效果还可以。也是因为变形结构非常简单，身上的零件数并不多，在这种成本控制之下，可能大部分用来描绘了身上的一些细节纹路。变形的第一步，我们先把这个脑袋后方有一块插合的面板抠松，把这一块拆开，然后整个把后面的板子拉起来，腾出空间，头部就可以塞进去了。再把盖子合回来，上方的2个软胶的大角，整个的旋转放上去，这里边会有一个凸点的卡位。放到上边也有定位点。接着把这一块面板打开，根部这里的插扣打松2边，前方整个胸甲就可以折叠拉起来了。
两个胳膊往内卷动一下，藏到这个位置，旋转过来以后有一个插孔，跟胸甲下方的边缘定位，扣进去，手转过来就行了，并不用隐藏。两个胳膊变好之后，把头后边的这个盖子折叠放下来。这一块其实也没有什么卡扣啊，就是放在这里，把头上的这个犄角刚刚好落在凹槽里就可以了。背包这一块是一个斜着的造型啊，折起来也是一个倾斜的角度，它并不是说横平竖直90度折过来的，就是这种带弧线的包裹状态。然后顺着腰部中间的这一层，我们把里边的扣子打开，看这个肩胛又掉了，软胶材质的肩胛，而且这里是插扣，并没有螺丝，一碰就开了。这个位置要特别注意一下，非常薄的一个卡扣，而且在里边是以一个钩子的形态和上下连接的，又是上下半身非常重要的一个结合点。可以看到这个钩子是挺伤的，尤其在这么重要的位置，设计这种钩子，这个材料强度如果不够的话，就是非常容易出现白痕的。反正这个玩意儿感觉变一次肯定必白。大家还是小心一些。脚丫子变形，各折90度，把这俩对在一块儿。腿后面的这块板子90度打开，这儿有一个插孔，然后双关节我们把它稍微的挪出来。这两个零件应该是使用了同一块的注塑板子啊，所以呢柔韧性了，包括这个插扣的阻尼感了，还不错。真的，如果腰部用这种零件的材质的话，倒是也不至于那么危险啊。现在呢，反而用的是身体的这个灰色零件，看起来就硬度强了好多。硬度强了就容易崩掉。就可以把双腿中间这一个扣子扣住，然后顺着腰部拧180度，整个这里往后扣，两个腰带左右打开，顺着胯关节再倒腾180度往前折。这位置里边有两个绿色的扣子，跟身体结合插上。两个腰带顺着侧面扣下来，和大腿上边有一个锁扣点，斜着角度跟这样插上。剩下的就这么耷拉在下边。然后我发现，在腰带侧面的这两个扣子边缘，各种各样的白痕，其实不是说变形的插扣点，这一块插的不是很受力，问题就出在它的注塑的水口，在这个位置，这个白痕应该是剪水口的时候把这玩意儿剪白的，所以可见这个料子的硬度很高，硬度高了韧性就差一些，反而你不如用这个绿色的零件。这个和肩胛的软胶材质还不一样，这个是更偏尼龙的那种韧性，这个是纯软胶，这个是硬的 ABS。然后再把前方的这两块盖子旋转放回来。密合之前呢，拿出武器，我们打开这一块的钩子，旋转180度扣过来。安装的时候，两个脚底有洞，从下往上插。这两块绿色的盖子，再把中间的插孔和红色的零件扣上。锁住，哎，面板密合的缝隙对得非常的齐，这一点是很好的。接着把这两边放下来，也是摆一个斜着的角度，两个肩胛最后归位，这就没什么插扣啊，就放在这就可以了。最后再把这两个大犄角折过来，哎，往前放。这个大犄角也是软胶的材质啊。整体来说的变形过程并不复杂，身上嘛，其实包裹下来变成这个飞船形态还是不错的。我尤其很喜欢这一款身上丰富的面板刻画，整个的盖子扣回来以后，飞船外壳的部分会有这种凹凸感，摸起来有点像昆虫或者甲壳类动物的那种盔甲的质感啊，非常的不错。再加上身上运用了大量的软胶材质，玩起来也不至于损坏。从前方这里看，哇，武器一体收纳，变形出来总比你插在外边的某一个洞里强吧。再加上这一回虽然是越南做的啊，但是整个的一个模具精度了，安装扣合的这些缝隙了，也没有什么歪轴的现象，密合的还是挺好的。就是后半部分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插扣啊，主要也是为了保证这个类虫族飞船的这种弧线感。
所以整体的完成度其实还是挺高的，不论是人形还是它的伪装形态。哎，发现没有？官方每次在做这种反派角色的时候都特别的上心，其实比之前什么堕落金刚这些要做的好很多的。但是它和堕落金刚同样的问题，就是在本应该换用韧性零件的地方用了那种硬质的 ABS， 就容易出现把玩过程中的损伤，唯一就那一点毛病。堕落金刚是大腿的根部，马克西姆大帝是腰部的那个钩子，玩起来比较危险，反正注意一点吧。其实还有一种超时空要塞里边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啊，天顶星人飞船中间这一块还跟个眼睛似的，也像一个大虫子啊，非常的霸气，很符合一些科幻作品里边那种反派的形象。哇，一艘巨大的飞船从宇宙的深处行驶过来，甚至这款飞船的造型出现在《飞跃巅峰》里边都不觉得意外啊！哇，这很像反派那飞船，让冈斯巴斯塔一脚把它踹烂的那种感觉。哇，这个真的可以啊！现在官方的这个13老单系列，其实对于整个的一个角色塑造来说，也是跟领袖之书不一样了。重新描写之后，又为他们重新定义了各种伪装的形态，玩起来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挺好的一个玩具。所以整体把玩下来的感受吧，马克西姆大帝的这个塑造啊，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不论是人形的刻画、飞船形态的一个包裹完整度，再加上丰富的面板细节刻画，还有身上的这些涂装的点缀，也都是一丝不苟的。真的要是别把尺寸缩下来，这一款做的尺寸再大一些，尤其作为一个反派的大 boss， 最起码这个飞船整到这么大，看起来才更加的夸张。而且就是面板的细节这么丰富，即使做成了那种大尺寸，也是完全够看的。那大家觉得这一次的马克西姆大帝做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